北京终于坐不住了，中国地方融资平台接连爆雷，撑不下去了，瞒不下去了，北京出来收拾乱摊子了。爆雷的地方不是哪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而是青岛。没错，就是那个曾经以北方经济龙头沿海开放样板著称的城市。现在它的名字成了债务危机的代名词。这场债务风暴从北岸红头红箭商票开始，兑付违约、欠款追不回、供应商破产、企业名单被除名，每一个细节都像是冰冷的墓志铭。对青岛的企业来说，这不是金融风暴，而是灭顶之灾。一旦商票失信，就意味着资金链断裂，工人领不到工资，项目全线停摆。有人说，山东这波雷不是一个点炸了，而是整片地都塌了。确实，过去3年，从潍坊、淄博到济南、青岛，整个山东都被债务的阴影笼罩。银行怕了，资金断了，外地资本早就把山东拉黑。现在只剩本地金融机构在自救式输血，像再给一个濒死的病人强行做心肺复苏。而北京终于坐不住了。11月3日，中国财政部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债务管理司。听起来冷冰冰，但这4个字背后的意义却是财政末日的紧急手术台。根据官方公告，这个新部门负责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全面监管，包括国债、地方债、发行兑付、监测风险等6大板块。司长李大伟、副司长屈富国、赵泽勇，这些名字可能未来几年会频繁出现在新闻头条。然而问题是，这场债务重整手术来得太晚也太虚。中国在2024年已经推出过10万亿元化债方案，结果呢？债务并没有减少，反而在隐性扩张。到2024年底，官方口径的地方隐性债务仍高达10.5万亿元，而据外媒估算，实际数字可能高达60万亿元。这是什么概念？60万亿几乎相当于中国 GDP 的一半。而蓝福安在今年公开承认，中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已达92.6万亿元，其中国债34.6万亿，地方政府债47.5万亿，地方隐性债10.5万亿。这是一座悬在整个国家头顶的债务核弹。更可怕的是，这座庞大的债务塔已经压垮了财政系统的底座。2024年，中国全国财政收入23.4万亿，其中中央财政收入10.1万亿，地方13.3万亿。表面上看似乎还算健康，但问题在于，中央要向地方转移支付10.2万亿，也就是说，中央把赚的钱全部下拨地方，还要倒贴1000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央财政已经没钱维持自身运转，国防、教育、外交、一带一路、公务系统开销全靠借债。中央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借来的。一句话，中国财政已经进入复利时代。据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后，中国地方财政收入急剧下滑，而债务率却直线上升。2022年，全国宽口径政府债务率包括显性债务加城投债达到332%，而重庆、天津、贵州、新疆这些地区债务率甚至超过600%。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月工资5000的人欠着3年的工资，还在继续贷款消费。债务能压垮恒大，也能压垮北京政权。于是，北京的救火队出动了，成立债务管理司，号称要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是政治表演。过去几年，中国所谓的化债行动早已走样。地方政府为了不让债务暴露，宁可搞账面美化，拉长债期，换名换壳。中央查，地方就演。中央要报表，
地方就造表，最终结果是债务每少一分，只是换了个名字继续存在。于是化债变成了政治秀，变成了谁敢揭盖子，谁就丢乌纱帽的恐怖游戏。每一轮会议都是在讨论怎么掩盖问题，每一份报告都是在粉饰风险。财政部的这次新设机构，本质上不过是换个口号，掩盖旧的问题。过去还能拖一拖、顶一顶，靠印钱、靠专项债、靠地方融资平台续命。但这次不一样。截至2024年底，中国政府全口径债务92.6万亿，按3%的利息算，每年光是利息支出就要2.77万亿，而全年新增 M2 是21万亿，地方债净融资11.3万亿。换句话说，全国印出来的钱有 10% 都用来还债利息，这还不算本金。所以现在连拖的空间都没有了，货币再多，钱也在债务黑洞中被吞噬，全国财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借新还旧循环机器。但问题是，北京虽然出手收拾烂摊子，可这个摊子已经不是用一张白纸、一条新政策就能擦干净的了。你看现在的局面，青岛只是冰山一角，北岸、红头、红箭这些名字原本象征着城市荣光，如今却成了商票违约、供应商崩盘的代名词。有人统计过，仅青岛一家融资平台的商票逾期就超过了120亿元，这还只是账面数据，更多的口头承诺延付协议根本算不进去。3年前，山东的债务危机还只是潍坊、淄博的局部感染，如今已经成了全省的系统性发热。济南、青岛、烟台统统被拖下了水。外地金融机构一听山东项目，直接摇头，哪怕收益再高，也没人敢碰。债务市场上，山东这2个字已经成了金融核污染区。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偏偏是山东？因为山东模式曾经是地方政府最骄傲的样板，高投入、高举债、高增长的3高结构，让 GDP 一度冲到全国前3。可当房地产熄火、基建无钱、税源枯竭之后，这种模式瞬间崩塌。有人戏称，山东的城投债是中国地方债的缩影。财政部现在成立债务管理司，说白了就是中央准备清算地方债了。这个清算不是简单的划账，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再分配。谁的债能救，谁的债要死，谁有政治资源能撑下去，谁被放弃破产。这背后是地方权力与中央财政的博弈，是中国财政史上罕见的债务大重构。但这场重构能救得了吗？恐怕很难。2024年，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压力已经高到极限。按照经济观察报的数据，2025年到期的城投债规模超过8.5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和非标融资占比高达60%。而地方财政收入呢，一共才12万亿出头，还要发工资、保民生、付利息，算下来连喘气的空间都没有。于是债务变成了传染病。青岛今天暴雷，明天可能就是合肥、成都、郑州。更可怕的是，这次财政部成立债务管理司，并不是救市，而是控制，是一个信号，中央要全面接管地方财政权。这意味着，未来每一个地方政府要花多少钱、借多少钱、发多少债，都得上报、审批、备案，甚至可能实时监控。一个真正的财政一体化时代正在到来。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正式终结了。你以为这是救命，其实这是收命。这背后是中央对地方的彻底不信任。因为中央看得太清楚，在过去10年，地方债务之所以越滚越大，不只是经济周期问题，而是结构性腐败问题。那些年，地方融资平台被玩成了印钞机建一个项目，
成立一个平台，拿地抵押、借钱融资，再把钱倒回政府系统。利润和税收看上去都在增长，可背后的债务像雪球一样滚，越滚越大。谁在其中发财？谁又在其中掏空了老百姓的未来？大家心知肚明。2024年，中国的显性加隐性债务总额已经高达92.6万亿元，这还只是财政部口径。外媒测算，中国广义债务规模可能超过 GDP 的300%。这是什么概念？意味着中国每创造1元的 GDP， 背后至少背着3元的债。你以为 GDP 是增长的，其实是债务在膨胀。更致命的是，现在连债务循环也断了。以前可以借新还旧，还能靠房地产卖地回血，可如今地卖不动，房价下跌，城投再也借不到钱。于是，这台运转了几十年的债务机器终于卡死了。所以，北京这次不是出手救地方，而是出手接盘。财政部的债务管理司看似是防风险，其实是在建立新的财政秩序。地方的钱要听中央的，债务额度要统一管理，资产要能随时划拨调度。未来很可能出现这样一幕：一个城市财政告急，中央财政下令把他的国资委资产划拨到另一个城市，以此屏障，甚至直接卖掉国企、医院、土地使用权来偿债。换句话说，地方的未来不再属于地方。一位财经学者直言，化债不是化解债务，而是化解权力结构的失衡。这话刺耳，但是真相。地方债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谁放的债？谁批的项目？谁签的字？谁从中得利？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敢真的掀盖子。所以，财政部的化债不是救火，而是清算。清算一场长达10几年的债务狂欢，也清算一个时代的幻觉。从地方卖地财政到中央管控财政，从债务刺激增长到债务压垮系统，从人人靠贷款发展到人人怕暴雷收场。这一轮化债是一场政治的重组，财政的重构，也是中国经济进入后繁荣时代的标志。有人说，成立债务管理司是为了稳定信心，可更多人看见的却是北京终于承认地方财政这场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数据显示，2025年前3季度，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38%， 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锐减近 40%。与此同时，各地财政性支出却没有减少，公职人员工资、养老金、医疗保障、教育经费，这些都是刚性支出。财政赤字像失控的洪水，越补越大。而在山东、贵州、云南等地，已经出现地方国企拖欠工资、事业编人员半年未发薪的情况。多地政府部门被迫出台临时工资缓发制度，甚至出现公务员自愿贷款支持财政周转的离奇操作。这不是玩笑，是中国财政系统的真实崩塌现场。有人说，这场化债风暴是对地方财政的再造，但在更多人眼中，它更像一场财政肃反运动。北京要的不只是数字的稳定，更是政治上的绝对安全。地方债不是简单的数字，它是政治的裂缝、信任的坍塌、体制的自我吞噬。当财政部成立债务管理司的那一刻，中国的财政体系也宣告正式进入戒严状态。债务崩盘不只是经济的危机，而是信任的终结、时代的转折。债务暴雷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在财政深渊中艰难呼吸。而北京出来收拾乱摊子，不过是在废墟上搭建新的秩序。